过去最大最重要的那个敌人叫国民党，他现在被打倒了。台湾人民对于自己生活在这个民主的社会这件事情，已经是觉得是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的事情了。可是过去他们可能很少被提醒，这个事情有可能会不见，它会倒退，民主是会倒退的。陈水扁家族有没有贪污？有，但是在这里面有没有冤错假？也会有。那在去年的 MeToo 事件里面，我们看到民进党是重灾区，但并不代表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些事。但为什么没有爆出来？那问题是更瞎的是，你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居然有警察折断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说你不可以挥舞这个国旗，这不是很瞎的事情吗？接下来就可以谈到我自己参与的这一波社会运动了，这样子，对，好，然后就到了野百合，对，就是那我也可以去谈一下野百合里面的许多运动者，后来就成为民进党的中间，民进党也不会喜欢我讲这些事情，对啊，因为刚才说了这么多，因为你是历史学家，我们刚才说了你对历史的脉络非常清楚，但是你同时又确实是跟着台湾近20年的社会运动成长的，你把你这个成长过程讲一下，然后让我们现在看台湾民主作为一个新生的民主社会，你们就有非常具体的本土建设的，捍卫民主的议题，这些也是我想听你讲的。是我刚刚讲到了，野百合运动是1990年，那个时候就刚好是台湾在民主化、自由化的过程当中非常激烈的几年哦。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参与这些运动的，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刚毕业的年轻人，那很容易被政治运动的能量给吸纳，所以后来1987年，民进党先成立了，民进党是1987年在解严之前成立，86年先成立的。然后其实很多学生就进入了民进党，然后变成譬如说市议员啊，然后政治人物的幕僚之类的，然后甚至到了现在，2024年的台湾其实有非常多重要的民进党政治人物都是野百合世代出身的。好，那再到了大概2000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嘛，就是陈水扁上台，台湾终于有了一次是由台湾人民自己选出来的台湾人作为总统。1996那一次也是没有错，但他仍然是在一个国民党的遗绪下，仍然让李登辉来当选这样子。那在2000年的这一次，确实改变了非常多国家的走向。好，包括说在台湾主体意识的建立上面，或者甚至是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整个经济体制又被吸纳进中国的体制里面。这一件事情在2000年、2008年跟2016年各有非常大的转变。那这个也会提到说，2000年到2008年之间，我们去做的很多，陈水扁政府去做的很多的事情，后来都在2008年到2016年这一段时间被用特侦组的名义去做这个贪污案的调查。确实陈水扁家族有没有贪污？有，但是在这里面有没有冤错假？也会有。那这些事情在发生的同时，台湾社会也在进行剧烈的改变。那个剧烈的改变可能分成几个部分。过去最大最重要的那个敌人叫国民党，他现在被打倒了一次。好，所以那突然间大家就要重新去适应。譬如说过去社会运动跟政治运动走得非常紧密。好，譬如说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人权团体叫台湾人权促进会，也是在我刚刚说的那样的脉络下长成的哦。那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他们选择不要继续跟政治运动站在一起。所以过去是同志，以前会走在一起走街头的人，他们现在确认说，台宣会的人们，台宣会的这些工作者确认说，现在你进了总统府，你变成我要监督的对象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对啊，非常对啊，就不能因为是曾经打天下就要一起做天下呀。就是说这个社会它的独立的公民社会，就是有一群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公民力量的声音，不断的在 check power， 在 check 在执政的人，这才是所谓的功能完整的民主社会。没错，对啊，就过去我们有一个要打倒的威权对象。那所以大家都可以是同路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对的。可是到了现在，最大敌人倒下之后，
我们的朋友开始出现了不同的位置，那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只是当换了位置换了脑袋之后，你们的关系也要跟着改变。所以2000年到2008年的台湾的社运界也在面临这样子的变动。然后我刚刚也在跟吴威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小规模的学生运动出现了，就所谓的乐生院保存运动。这个时候的这个学生运动就偏左，然后社会上有意识到这件事，但却没有办法像野百合或后来的这个太阳花引发那么多的社会支持。大家知道有这件事，但大家很容易觉得这件事不干我的事，所以觉得 OK 啊，没有一群年轻人在搞很好啊，那就让他们去搞吧，类似像这样的想法。所以2000年到2008年的社会运动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可是到了2008年，马英九又上台了，哎呀不得了了！这接下来的8年又是社会运动很重要的一段练兵的时间，就从2008年的陈云林来台引发的野草莓学运开始。那个时候很有趣哦，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还不会喊反中这样的字眼，我们只有说我们要抗议的是马英九的行政滥权，因为他让警察过度的使用权力去阻止学生或阻止市民进行示威。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市民已经很习惯在有意见想要发表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挥舞我们想要的标语或旗子走在街上的，怎么突然间2008年不行了？1990年代到2008年之间，我们都可以做这些事啊，怎么突然间又不行了？人民感受到那个紧张的气氛。这个地方问一句，就是台湾的法律规定，集会、结社、抗议、示威都是有绝对自由的。我们是要报备，我们的集会游行法是要报备，你不用许可，但是你要报备，而且这经过好多次的修改，目前是报备制这样子。那问题是更瞎的是，你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居然有警察折断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说你不可以挥舞这个国旗，这不是很瞎的事情吗？对，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民进党当然就是失去了政权，然后他们也希望可以再引领一波民众的运动，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这个发动了蛮大型的社会抗议，来对这个陈云林来台的事件进行一系列的示威。那我在那个时候就不小心就参与进了野草莓运动里面，然后真的也只是因缘际会之下就成为了初期的这个行政小组的其中一个成员。那在那一段时间，我自己其实我在那之前完全没有社会运动经验，我念了很多台湾史，可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参与者。就像过去我都是研究者、观察者，但是我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参与者。但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就发现说，其实成为一个参与者，我后来就跟我的同学们，我后来有一天我就翘课很多次，然后回来我就跟我同学你们以后就是我提供史料给你们研究啦。那时候你是在我在研究所了，政大研究所，对，政大台湾史研究所，对，博士研究生。那个时候是硕士班，野草莓的时候是硕士班，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说，那现在就变成我提供史料给你们研究咯，这样子我就成为一个行动者了。这样，那在那一段时间，野草莓我们看到的是。台湾人民开始意识到马英九的政策有很多会跟过去前8年不太一样，那我们必须要开始警醒这些不一样是什么，然后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接下来的几年2008到2014有非常多的议题在那个时候同时间的产生，包括像那时候有一些跟土地正义相关的事情，譬如说我们有一个苗栗县政府，他就强拆了一处民宅叫这个张药房，然后也导致了一大波的抗议事件。然后譬如说那个时候的反美牛，那是一个消费者运动，因为美国牛有瘦肉精之类的。然后再来我们还有旺旺中时，就是亲中的商人旺旺蔡衍明他要并购中时，那时候我们就引发了非常大型的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大游行。这些事情其实都在逐渐的练兵，从2008到2014，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两岸正在讨论要不要签订服务贸易协定。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从 ECFA 再往下的一步，更想把台湾往中国市场拉拢的一个政策。那个政策开始推出的时候，行政院先提出了一个版本，那行政院这个版本要送到立法院来去通过。那如果立法院通过了，那我们就要受到这个法律的限制。可是立法院讨论的这个法案只用了3分钟，所以半分钟，所以我们那时候才有所谓的
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立法院的委员会的召委叫张庆忠，后来我们都叫他半分钟，就是因为他要快速的把这一个法案通过，然后就不管他了，就当做这件事是既成事实了。简单说就是这样。可是事实上，这整个事情从2013年到2014年，有很多的社运团体已经在关注，从各种不同的面向，譬如说妇女薪资参与进来，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可能会对某一些女性特别重要的产业，譬如说美容美发业造成冲击，因为有可能就是中国的很多服务业，他们就可以用比较低的关税或比较低的门槛进到台湾来，那会对台湾这边本土的产业造成冲击。那譬如说农政，当时有一个台湾农业阵线。农政他们就会去提出说，服贸会对台湾农产加工业造成的冲击是什么？那不同的劳政可能就会去提出，他们对台湾的这个劳动者的权益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可是，在2013年的下半年到2014年的前2-3个月，社会大众对这件事有点懵懵懂懂，搞不太清楚你们到底在吵什么这样子。可是学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角色，学生大家普遍会觉得是纯洁的。有道德高度的，有理想的，所以学运特别不同于其他的社会运动。就像6·4，很多人会觉得是学运，那后来很多人说是民运，但学生这个角色总是会被特别凸显出来，因为只要学生出事，社会会关注的焦点永远大于其他的身份、社会身份这样子。那318也是一样，直到学生冲进去立法院的那一刻，社会才意识到原来这是件大事。明白。之前也觉得都是一些议案议题，对，好像关乎民生，但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学生一冲进去，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和社会事件。那我刚好又在那个时候因缘际会，就是在那个主要关注服贸协议这个议题的组织叫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里面当执行秘书。所以我又刚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这样子。那在那个事件里面，我就会意识到，就是台湾的民间社会的动能其实是强大的。我们到最后可以再谈一点这次的青鸟运动，因为刚好过了10年。对，正好我想问你这个连接。对。那当时我感受到的那个强大是，台湾人民对于自己生活在这个民主的社会这件事情，已经是觉得是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的事情了。可是过去他们可能很少被提醒，这个事情有可能会不见，它会倒退，民主是会倒退的。对的。有的时候会想当然，觉得它就是一直存在。对，但其实不是。我觉得10年前的那一场抗争，刚好也因为当时的这个政治气氛，保住了那一场抗争的成果，就是马王政争。当时的总统马英九跟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他们都是国民党籍的政要，可是他们两个立场不同，所以他们两个刚好在斗争。然后，身为立法院长的王金平就没有急着要清场学生，让学生有机会待在议场里面。用这个作为对马英九的政治压力，我们刚好掌握到了这个历史时机，所以学生在议会待下来了。这个待下来确实改变了台湾接下来10年的政治走向。包括说在2014年之后，柯文哲透过那一年的声势当上了台北市长，这件事情其实影响非常的大。明白。是。还有什么？就是为什么反复现在要谈太阳花运动？是它到底在一个是，比如柯文哲出现了，是还有哪些点上？然后当然我们那个运动确实成功的阻挡了服贸协议通过，这个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成就了。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突然间就冒出了几个新的小政党，包括时代力量、社民党。那我刚好也在那个时间点就成为了社民党的秘书长，第1任的秘书长哦。那因为我们相信，好像又有一些新政治的可能。可是事实上，这时候我又想跟吴薇解释一下，台湾现在的选举结构、选举制度，其实对小党是不利，就跟美国很像。美国一定是你看，像这种总统或者是参众议院的选举，一定是要大的资源投进去，你才有机会被看到。对，台湾的国会选举也是一样，我们是一个选区只能选1个立法委员。那这个立法委员如果不是2党，是没有办法投入这么大资源的。那小党只能透过不分区，我们是单一选区2票制，所以我们有1票是选区域立委选人的，有1票是选政党的。那我们看的你的政党票来分配席次给你，所以一般的小党是不可能拿到太多的区域立委。
但是不分区有机会，像这一次民众党就拿了8席，但是他们1席区域立委都没拿到。明白。那以前过去几年的时代力量至少也都有2到3席，也是只能靠这个不分区。所以台湾的选举结构其实对小党不利，只是在2014年那样子一个非常活泼的社会气氛的时候，大家好像突然以为自己有机会了，所以就组了一些新的政党，然后开始希望去推进一个新的政治进程。可是，在2016年的国会大选里面，我参与的社民党失败了，大败，没有得到这个政党的这个不分区席次，也没有拿到区域立委的席次，我自己就有点心累啦。然后再加上我一开始就讲嘛，我是一个台南人，我有很强的故乡的认同，我就想说我想要回台南看看可以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就2016年的选完是1月，我们的大型的中央选举是在1月，然后过年农历年通常是在2月，我就在农历年前几天回到台南家去，想说过个年再说。那这个时候就刚好碰到台南那时候发生了一起很严重的地震，我们叫0206地震。那台南有一栋大楼倒塌，那其实灾情很惨重了，压死了100多个人。那这个事件发生的那一天刚好就是小年夜，很多像我一样出外求学就职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了。那他们那个时候看到自己的家乡发生这么大起的一个灾害事件，很快的不管任何党派就迅速的集结起来，他们就帮忙去维持这个灾区旁边的这个物资的分配，然后交通指挥，然后阻止观光客拍照等等这些行为。那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感动，是因为我在台北永远看到大家都是以党派利益作为第一个思考，可是回到家乡，当家乡发生重大的灾难的时候，年轻人愿意放下这些政治立场一起做事是很难得的，共建家乡。对。那我觉得我不希望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这个网络就散掉了。对，所以我就跟一些这里面的年轻人说，我们来组一个协会吧。所以就有了台南新芽协会这样子一个协会产生。这个就你很自然的就从了一个更加本身更专注政治、更专注政党 campaign，到很具体的要帮助身边人，要建设家乡，但是把你在街头运动、政党运动中学到的一些事情带回来做实践。而且这个好像其他的台中、台南的朋友跟我讲，有这么一个思潮，有这么一个社会运动的潮流，就是参加过太阳花运动那一代都在觉得，这一个事情过去了以后，我们怎么持续这种动能也好，这种技术也好，所以出现了一波返乡，在落地，再把这些公民社会、政治运动、政治参与、政治动员的这些技能在落地往下走。可是实际又在整个巩固和成长了台湾这个民主社会它基理层面的这些社会组织。所以我最近也许是我找的人还是怎样，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在参与社会的某一种建设，我们叫公民建设或者叫公民社会建设，还是说我们会说民主深化。你们说民主深化，这个比例是多吗？还是说只是我接触的人少就是这些人？你应该刚好接触到一个同温层，就是受到了就是太阳花运动那个世代影响那个世界影响的世代，他们很多人回到家乡，台中确实也有，花莲也有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接下来的这10年，2014到2024过去的这10年里面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觉得这也要有这个有赖于网络科技的发达。我正想问呢，就是你们可能更多的可以被看到，然后也有更多有意识的使用网络的连接、社群的建设，还有整个这个政党政治、这个选举政治中间的这些动员、这些声音，所以给我们从外面看到的就是台湾有一个特别蓬勃的，然后都很敢于表达的，非常愿意。对着媒体说话，对着公众说话，有参与、有动员的这么一个民主社会。但它这个民主并不是我们说的这种一定是街头政治，一定是针对两党怎么样打。当然，最近的这个再说一下这个青鸟嘛，在青鸟运动，为什么这一次又说出来又是太阳花一代，然后马上说再来一次太阳花运动？那实际它体现出来的眼前台湾民主或者台湾政治最有特点，甚至说有一点最有危机的地方。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民主是会倒退的。
那民主甚至可能会不见。那个不见可能很容易，譬如说我们这一次青岛运动，它的诉求是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提出来的某一些法案有国会滥权的嫌疑哦，就譬如说他们要求要有国会调查权，然后对于藐视国会的这个定义放得非常的宽，甚至是空白授权这样子，谁来认定你有没有藐视国会之类的。好，类似像这样的事情都让社会大众普遍产生不安感。然后就在2024年的5月，从17号开始，因为台湾的立法院是这样运作的，每个礼拜的2跟礼拜5是全院开院会，所有的立法委员一起讨论这个法案的时间，其他天是委员会，就是各组哈，譬如说卫生环境、好教育文化等等的委员会，1、3、4是委员会，2、5是院会，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刚好变成一个有节奏的517、521，然后524、528，就都是在院会的时候。他们要讨论这些重大法案的时候，我们就邀请民众重新集结回立法院外。那我自己，我明明就已经回台南快10年喽，可是看到517，我517没有上去，因为事出突然，他们是突然间动员的，半夜哈。对，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说，哎，我好焦虑，我好想回去看一看现在到底什么情况这样。但我人那个时候在台南呢，就网络上发很多很焦虑的文章，说现场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也很希望就是。过去的朋友回去看看，但是不要急着把没有社会运动经验的年轻人带到街头，因为他们有可能是会有风险的。所以到521就又过了几天，那在这几天的酝酿，我发现说 OK， 过去我们动的这个社会运动的网络是还可以运作的，所以我们用那样子的人脉又重新找回了一些人，然后仍然是由10年前当时带领整个运动很重要的一个 NGO 的灵魂人物叫做赖中强律师，仍然是以他为主，我们又开了好几次会，然后重新去把10年前的经验试着再放一些回来现在的这一次的动员上，但我们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跟10年前一定是不一样了。10年后的不一样是参与者都不一样。我自己回到那个现场521、524、528这几天，我感受到是大概40%左右是10年前来过的人，但是有60%他们在10年前可能只是国小国中生而已，但是他们在这一次，他们愿意试着来走上街头，看看他们可不可以捍卫台湾的民主，这个其实是很令人觉得感动的。然后这一次又发展出一些我自己觉得有点啼笑皆非的情况，就有所谓的客金阿公阿嬷，就是台语里面的爷爷奶奶。那这客金其实是一个游戏用语，就是我如果有花钱买，我就可以买到比较好的宝物，然后比较好的这个配备之类的。那这些客金阿公阿嬷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去租下不管是这个抗疫区周边的高级饭店的房间，然后让这些抗疫的年轻人可以去那里洗澡、休息、换衣服，或者是他们就很快的在海外集资，然后在纽约时代广场上面去放那个大型的电视荧幕广告，有外挂，他们有钱给你加外挂，就是我人到不了现场，那我有钱，所以我用钱砸你这样子。香港其实刚开始也有这样，有点像那时候的家长的那种感觉，年轻人出上街，对，然后有钱的就是给出钱，对。但我自己对这个氪金的趋势感到有点忧心，就是大家要不要把钱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比如说怎么样可以帮助议题是可以长远的往下发展的。那他们氪金要干嘛呢？要支持学生们，也是捍卫民主和捍卫他们是支持这些上街头的年轻人的立场。那他们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说的都只是就是比较新潮的方式，但更传统就是一直塞食物给你吃，你来这里永远都会看到满坑满谷的食物，吃不完这样子。就是他们想表达他们的善意，可是他们能做的方法就是我供给你们无穷无尽的物资这样子。所以那10万人就是这样出现的。那10万人是真的用自己的脚走上街头的，但我们刚刚说这些都是10万人之外是他们用他们的资源让现场可能变得更这个不那么严苛，不然其实社运现场通常很严苛，尤其那几天又下雨，对你确实有可能淋得全身湿，然后很不舒服之类的。所以10年前跟10年后有一些相同。这一张社会运动的网络还组得起来，还拉得起来，但另外一方面，参与者的角色跟年龄层也不一样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民主
虽然有在倒退，但也有在往前，在来来回回的过程中，其实还在走在一条很年轻，但是我觉得还算是有生命力跟有希望的方向上面。哇，听着是个很让人感动的代际连接的故事。我都在想，你们当年20多岁、30多岁，现在10年后40多岁、30多岁，发现彼此长了皱纹了，胖了一点了，但是发现有后面年轻人来了，然后阿爸阿妈也氪金进来了，会让人感觉真的是，民主在扎扎实实的往下走，而且民主真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让人觉得可能是我们外面看，也是这次一直在关注台湾民主社会本身议题的朋友就会觉得就是说新兴民主社会台湾它到底是怎么存在的？对，这个特别好的经验。我刚才没有细问您，其实一直在做这个口述历史这个项目，你现在专注在做哪部分的口述历史？我其实这几年做的少了一点，就是我过去在念书、念硕士班、博士班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做的还是跟不管是社会运动或者是说政治受难者的口述相关。那这个也可以去讨论到台湾这10几20年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包括我们刚刚说的228事件也好，白色恐怖也好，或者后来风起云涌的这些社会运动者也好，他们的声音其实都需要有人去记录下来，用来对抗那些被印成文字的纸本资料。我觉得口述历史最大的力量是这里，可是它也有一个问题是它一定需要被佐证，不是你说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对，但口说的力量跟文字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口述历史这几十年在台湾史学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也是因为你想想看嘛，如果我们做中国史、做西洋史，我们怎么做口述历史？当然是只有研究本土的历史的时候，口述历史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那我们要记录的人是谁？过去可能最容易直观的想的，而且觉得最值得赶快先抢救的，因为人会老去，人会死掉，所以一定都会是那些受难者或者是那些运动者。可是譬如说像我昨天去参与的一个讲座，他们要纪念的事实上就是一位女性。那这位女性她是这个台湾曾经在1970年代发生过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事件，叫424刺蒋案。就是当时有一个台湾去美国留学的留学生，然后在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访美的时候，试图在纽约持枪要刺杀他，结果没有成功，被保安人员挥掉了那个枪，然后从此展开了一段逃亡的过程。那我们在过去看到的都是男性，因为是男性持枪出现，可是事实上他背后是有一名女性在支持着这一切事情的，不管是运作也好，联系也好，甚至包括后来的救援行动等等。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一位持枪的人叫黄文雄，然后他有一个同伴叫郑自才。那一位女性是黄文雄的妹妹，郑自才的妻子。这样子的关系的情况下，这位女性其实在这整个事件里面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只是在过去我们看不到。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记录了这么多台面上的人物了，我们应该把焦点去转向那些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不管是女性的，或者是那些被遗忘的声音。那这个也是口述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它可以呈现的力量跟文字不一样的地方。哇，我听得兴奋死了！这其实也是我在做的事情，是，也是我就觉得我不想只去记录那些好像很显著的名字，当然显著的名字它也有不为人知的，或者需要去重新去挖掘的历史，还有很多在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但那些声音没有被听到。而且你想，台面上的人很习惯写自传，或是总是有人采访他们，总有人帮他们留下传记。但女性很不容易留下声音，她们不愿意自己走到台前来，她们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重要的。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是口述历史下一个阶段应该要努力去挖掘的对象。正好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所有的不管是社会运动、民主运动，还有政治参与中间，这个女性角色、女性形象，包括这个女性接受的男权社会的这种男性凝视，还有实际女性扮演的这些领导角色，这很多很多问题，你觉得在这个议题上，你有什么一些
心得？因为这聊又是另一期了，我觉得我还要继续聊。我觉得女性在政治参与上，很多人都会说蔡英文都当过台湾总统了，你们还对女性参政有什么意见？但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要说，赖清德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我们台湾人都笑说有一群朋友们都会笑说这个内阁太难了吧？可是那难是男性的难，就是内阁里面的性别比率非常严重的不均衡。你不要说5-5好了，我记得好像只有大概8-2之类的吧，可能是9-1或8-2之类这样非常极端的数字哦。即使我们出了一个女总统，我们回到行政院的内阁仍然是这样的性别比例，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觉得说一定要5-5才是真的平等，不用。可是至少你不应该让形式的平等都达不到。在这样子的前提下，台湾的女性参政空间还有蛮长要努力的阶段，再加上去年的 Me Too 事件，其实在那里面也就是看到了很多女性在从政的过程当中的艰辛，她们过去是不敢讲的，那在去年讲了，而且我相信有很多女性的参政者不愿意，到现在都还不愿意讲，因为他们不太想要踩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不想要被贴上一个性骚扰受害者的标签。所以这其实都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啦。那以我自己来说，的地方政治又是更可怕的一回事。在地方政治里面，你会有很多的酒局饭局啊，你被摸一下小手，搂一下肩膀，都会觉得这到底有什么？到现在都还是这样，而且是连女性都会觉得这没什么。因为台湾有一个在我们大陆背景的人看来还是更加有传统的文化保存的，就比如说互相很谦和，是，还有人性间的那种温和客气，待客之道，都保存得很好。是，可是与这个东西相伴随的就是传统文化，你不管是东亚文化也好，儒家文化也好，男性主导文化也好，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甚至港台有香港、台湾都有这个问题，甚至对很多男人有二老婆这件事情，他们也没有什么反感，甚至很多首富有二老婆，还成为津津乐道的坊间城中热题。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我就觉得台湾到底是现代开放民主还是更加保守？我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在社会结构中的女性，对女性的评价，比如说你现在女性，因为台湾女生说话温温柔柔的嘛，那么你对社会女性的评价会是什么样的？然后在这个饭桌酒局上的政治环境下的文化，现在还是非常难吗？我这个评论和感受有点多，反正全倒给你了。我觉得不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越都会区的地方，男性越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越不能做；但是越乡村或者是越传统社会的压力比较大的地方，男性仍然会相当的肆无忌惮。我觉得确实有城乡的差异，对，然后甚至女性也是，就像我刚刚一句话没讲得很完整的在去年的 Me Too 事件里面，我们看到民进党是重灾区，但并不代表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些事。但为什么没有爆出来？是因为一方面有可能是他们想要压下来，一方面是支持国民党的女性不觉得这些事情是怎么样了，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就他们不觉得他们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侵犯或者是不当的对待，他们觉得这就是很理所当然，从小到大不都这样子的事情吗？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在台湾有各式各样不等距的发展，但是总的来说，去年的 Me Too 有发生都比没有发生好。至少在那一波，我们先释放掉了一些长久以来蓄积的这些怨怒，然后确实也在那个时候，我们去修了性平3法。我们在职场上，在学校里面，在日常的这个交际之间，我们怎么样去把握那个，确实有修法。但是也因为当时的名气非常的高涨，所以修法修得很快速，也不是完全没有瑕疵可言。但是长期的那个社会文化到底有没有因此被改变？我一样在去年的 Me Too 之后，我还是听到我在大学里面任教的女性朋友说，她跟年长的男性教授出国考察的时候，一样被摸了小手，然后她回来也是不敢讲什么话。对啊，那个改变，社会风气的改变没有那么快，但至少有稍微松动了一点点。我们只能期待这个松动不要又下一波又要等很久，或者说它下一波可以不用像去年这一波这么激烈，但是我们要一直意识到有这样的事情可以被讲出来，它变成一种常态，先从这样开始。
明白。可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当然在大陆的 Me Too 这是另外一个案例了，不想讲了。现在在我们这个访问里是但就算很多评论台湾 Me Too 的，包括有一些朋友是在美国的，是他们就会说，这就是政治，两党政治中间，打击某一党的手段。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很政治性的角度出发的诠释。如果是照这样的话，所有的议题都可以被这样操作啊，性别只是其中一种手段而已。对。所以去年台湾 Me Too 案件里面有没有冤案，有没有过分反应的案例呢？一定有啊，但是我都会讲，我到时候给你看我的书的时候，你或许可以看看我那篇写的后记。其实我也在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指认出这么多受害者跟加害者之后，受害者现身指认了很多的加害者，那这些加害者有的被调查，有的没有被调查，那有的调查完之后轻轻放掉，有的调查完之后从此社会性死亡。接下来我们怎么跟这些人继续共处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是我觉得台湾社会现在应该要面对而且要讨论的议题。也还没有面对和讨论。就像凯文·史贝西一样嘛，他当时被指控性骚扰了多名的少年，然后后来他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影剧生涯停止了，然后最近又复出嘛，他带着一种复仇的姿态复出。可是我一直在想，他现在的这样子的复仇是因为他觉得他前几年被亏待了，就是要处理加害人的这一段，不是指认完就没有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因为在几个语境下都有，在美国，在韩国其实也是，在韩国，在台湾也是一样。有一些可能被指认的朋友，就是还说是朋友吧，就是至少你认识过的人，是 acquaintance， 是。所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会说他们的男性哥们儿就会说，不管怎么样，反正你犯了什么错误都是你兄弟。当然他们会说，私下里兄弟该吵该吵，该骂该骂，但公共层面还是要挺。可是一些女权的朋友们就会说，那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没法在司法正义上实现，那我们就在社会民间就让你死亡吧，就让你社会死亡。可是它并不是物理死亡，它只是社会死亡。那这些人还有人会说，他们杀人杀人放火都有2次洗心革面的机会，他们就是犯了一些错事，你就让他们彻底死亡吗？他们可能本身还是有才华的学者、有才华的作家什么的，就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回归社会？这确实是个问题。是，台湾也在面临这个问题。大家也没解决方案。没，就避而不谈。一定是这样子啊。对啊。但我觉得整个性别的议题 Me Too 是一个部分啦。包括像各式各样的薪酬同工不同酬之类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政治参与里面，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说我们确实这个性别主流化，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把性别这件事情思考进去，已经到达了某一个程度。我觉得都还有很多要检验的目标，甚至包括我们也会有朋友在讨论，选举里面的妇女保障名额到底需不需要继续存在之类的。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方面媒体上已经炒得很热了，甚至很多反感这些议题的人，就会说：“哎，吵什么呀？你已经折腾了那么多了。”是。但是在实际的文化层面、社会交往文化层面，你会发现其实阻力非常非常大。包括我们节目，我们只要是涉及女权议题的节目的流量都不好。但是我觉得要做，一定要做的。可是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他可能在其他政治议题上是非常欢迎你的，但是他就是不想跟你谈女权，而他就是不想，看到一群女性很明确的指出来这个不对。要努力的事情还很多。是啊，对啊。